开心，你和邢医生这次频繁的约会算是成功了吧？什么算是啊？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我们频繁的拥抱，频繁的牵手，频繁的接吻，频繁的相拥。像什么？小丽，相爱，像什么呀，姐啊？哎呀，你怎么管这么多呢？我跟你说啊，我跟邢芝芝已经一致决定，昨天就是我们首个约会纪念日了。那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把所有的密码全部都改成000610，就是昨天。姐，密码这种事情咱就别瞎嚷嚷了吧？啊！这任总怎么还没有消息啊？打他电话也不接，不知道粗检效果怎么样？我情况不好吧？哎，姐，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吗？姐，你在干嘛呀？啊？你看，你在 P 图啊，姐，你可真行啊你！不太行啊，二位啊，就是粗检和预期想的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就不好看，节奏太慢了。没关系啊，这部报不了，咱们还有其他的呢啊。人导演对你还是很认可的，还有合作的机会，是吧？一部戏的成功与失败，决定它的因素有非常的多，不是咱们能控制的很多事情。反正我觉得啊，你这次的表演比之前强很多。任总，你还不了解自己的独一人体质啊！当初你说行的，结果就全扑了；你说不行的呢，结果就大爆了。哎，那说不定咱们这次剧能够大火呀！也就是说，我的审美跟整个电视剧行业就反着呗。我是说呀，你有一些运气在身上。比如说那个时候，他说《救援大作战》能让我逆转口碑，但实际上呢，剪辑之后我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这个行业的一盏明灯。哎，任总这次这么不看好剧，那说不定姐你能拿个最佳女配呀！哇，他要是这么厉害的话，那我就请全公司出去玩，但是任总买单。哇，那得好好想想去哪儿了呀！哎，之前我们都去泰国，这次要不然去冰岛吧？我听说今年极光大爆发，肯定特别浪漫。慢着吧啊，公司没有那个闲钱让你们出去浪去。来，秦飞，你的合同快到期了啊，这是续约合同。这次呢，公司打算给你续一个长一点的10年。哎，你别担心，你放心啊，待遇方面那一定是同行业最高的。而且除了你之前持的那些原始股，我再给你加3%。嚯，你这么大方呢？哎啊，姐我看看。不是任思琪啊，你知不知道签10年什么概念？10年之后我都40岁了。不过倒也不是，姐永远18啊。那必须啊！哎，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5年合作的挺好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20年我也敢签。姐，我看了这个条件可是真的不错呀！哎，等一下，没完呢啊！公司除了跟你续约之外，还打算拓展业务，我们打算往制作方面趟一脚。而且第一部大女主的戏，铁定就是你演女1号。走，来，冷雨剑戏，剑潇潇。哎呀，这不是那个大古装大女主，还是武侠？姐，适合你。那当然了，肥水怎么能流了外人田呢？哎，而且冷雨的这个角色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而且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全部家当就搭在你身上了。你弄得压力这么大，你赌什么？你赌我呀？当然，我不赌你赌谁呀？你想想啊，哎，你不缺热度，也不缺话题。之前那些谣言啊，咱们给解决了，口碑回来了一点。这次又跟骆小小演戏，还训练了表演，磨练了一下自己的能力，所以此时发力那是恰到好处。只不过，啊，这次片酬可能没有那么高，毕竟自己家项目嘛，对吧？但是如果这戏要赚钱了，你是可以拿分红的啊。
还想什么呀，朋友们，来吧，让咱们3剑合璧，所向披靡呀！铁公鸡终于拔毛了，姐这也得走一个吧？来，来，你们俩干了我随意。我回去考虑考虑啊。你干了，你没干呢？干什么干？姐酒量不好。酒量不好才让他干呢。哦。行了，吃吧啊！你们俩这点这么多炸鸡胖子。人家病人家属指名道姓的让你做这台手术，你知道院里有多少人盯着这台手术呢吗？怎么就看上你了呢？宝清，我平时看你不言不语的，关键时刻放大招啊！说实话，到底用什么方法搞定病人家属的？这是你回胸外的最好的机会，而且你这几年也没放弃研究，赶紧抓紧这次机会跟院长说去，啊！吃个饭还堵不上你的嘴，谁说我要上手术台了？嗯？漂亮。哎呀，这合同我真是越看越觉得合算。姐，你仔细看了没有啊？这虽然片酬不高啊，但是这个剧本我仔细看了，它故事很好，角色也不错。那这戏要是爆了，不仅是分成，对你日后事业加成也很大。哎呀，我签了合同，你比我还开心。那当然是为你高兴，女主哎。其实任总跟我说了，说你生气做股东，我也升职了，执行经济。姐，以后咱俩一起努力。财迷。呀，沈医生回来了。哎，咖啡也在啊。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是啊。那姐，回头你再仔细看看，我就先走了。这么着就走啊？那我留，不打扰你俩啦。行，没事，作业放着我弄。那我走了。哎，慢走啊，拜拜。哟，这是哪儿来的小帅哥？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你姐姐我当女主角了。是吗？我看看。大女主啊！哇，乙方还将额外增持甲方公司3%的股份，人私企够大方的呀。但这是10年的合同啊！你真想好了？苟富贵莫相忘，你放心吧，姐大红大紫以后绝对不会把你甩。不是，咱说正经的，要不要再想想？哎，行了，我自己会做决定的。你这是什么味儿啊？快去洗澡，快去！行。人家病人家属指名道姓的让你做这台手术，你知道院里有多少人盯着这台手术呢吗？杀青快乐啊！恭喜啊，小小，又打了一场硬仗。后天的杀青宴咱们就不去了。
护照和机票我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有1周的休息时间，这个是我能给你安排到的极限了。好好休息，还是老规矩，休假期间不会有任何工作电话来骚扰你。那你呢？我呀，那个粗检不是出来了吗？我得盯一下，还有后续的宣传已经按计划开始实施了。哎，你就别担心了，一切都交给我。我是说你不和我一起去吗？你杀进之后不都喜欢一个人静静吗？那是以前，我现在有男朋友了。其实我早准备好了，我这不是怕你不愿意吗？所以就放我身上吧，成天丢三落四的，别到时候登不了机。哎，老师，你那个手术到底怎么样？老邢，真认输了。是啊，真认输了。听说这下考试这儿可好吃。邢医生，搬个椅子。刘队长，过去点啊。哦，那我坐这儿，谢谢。啊，今天我请客，你们随便点。那好呀，我可不客气了。对了，刘队长，好久不见，还是这么帅啊！对，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医院新来的护士李雪，她原来在临康县医院工作，然后最近也来我们医院了。你说巧不巧？人家在临康县医院的时候就见过刘队长，到现在还记得你。哎，刘队长不要这么紧张嘛，这么有缘的话，加个微信吧。是啊，加一个呗。我们去点点东西嘛。啊，不是你加了微信，你再，你故意的吧你？怎么就是我故意的了？人姑娘挺好，你之前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那我当时看着你心里还想洛小小，没说。现在洛小小已经跟着男朋友去巴厘岛了，你还想着什么呢？行，先看看这书，啊。刘队长，刘队长，这个送给你。第一次见面，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好。我听邢医生说你是校园救援队的队长，经常出任务什么的，容易受伤，所以我就……见面礼送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啊？我就是本能，我是护士嘛。对不起，这个我先收回，下次我就送你。挺好的，我很喜欢，谢谢你啊。好，我先回去了。啊，好，再见，拜拜。
到嘴边，却只是终于。绯色的你，明媚的你，灰色的你，坠落的你，所有的意义，在我眼底只是你，从未对你忘。院里专门开了一次会，特批可以让你随时转科室。葛教授可是一直心心念念让你回雄外呢，他老人家可这次抓住机会了，人事部老早就把手续准备好了，就差您现在点头同意了。老邢，哎，你倒说句话呀！老师可是把你之前的所有文章都拿出来了，特别是肿瘤学会杂志上的那篇，跟这台手术病例太像了。哎，现在院里好多人都盯着你呢，就等着看你笑话。你要是不做，我们所有人都得跟着丢人现眼。我告诉你啊，这次你就是赶鸭子上架，不做也得做了。说完了吗？拿着。我已经找过老师了，我跟他推荐你来做这台手术。我啊？你开什么玩笑呢？这些是我找的手术资料，还有根据患者情况搜集到的国内外可参考的病例，你先看看，到时候咱们一起讨论一下手术方案啊。哎，我真不知道邢志是怎么想的，那么好一个机会就这么让给我了，还把资料都给我准备好了，真没想到有一天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儿能打到我头上来。什么计划性质呢？陆志成，你能不能好好说啊？就是有个病人家属，他看上邢之芷了，指名道姓的让邢之芷做这台手术。那邢之芷呢，死活不愿意啊。这台手术就让我做了。哎，我跟你说，院里很重视这台手术。如果我要能拿下来，那相当于给院里立了台大功，今年升职加薪就有戏了。真的啊？那还真是天上掉馅饼啊！姐，我们可以开始了。秦斐在你旁边呢？对啊，我陪姐调宣传照呢。哎，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跟秦斐说这件事啊，他那么护短，到时候知道我占了邢之芷这么大一便宜。毕哲成，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别让我听到？你占邢之芷什么便宜了？这可不怪我啊，你自己瞎嚷嚷的。老实交代。没怎么样，正常在医院上班呢。咖啡，明天早上来公司加班啊，把我要改的衣服送去工作室，还要问一下杂志那边为什么出头这么慢。对了，今天晚上我要去郊区看那个什么珠宝秀，要在那边过夜，还有下个星期去西藏出差。哎，别，我说，就是吧，院里有个病例很特殊，国内没几个医生能做的。那正好这是邢之芷之前主攻的研究方向，他还跟我们老师上过同一台手术，但是我们老师现在眼睛不行了，所以就指名道姓的让邢之芷做，可谁想到他拒绝了。但这是10年的合同，再想想。行了，我自己会做好决定的。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快去洗澡，快去！消毒室。喂，咖啡，你帮我准备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我要配我米色的连衣裙。哈，那当然了，事业是一辈子的追求，是梦想，对吧？Hello， 大家好，娱乐新对话，明星零距离。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明星嘉宾，他是谁呢？没错，就是人见人爱的秦斐。来，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斐。欢迎秦斐啊。怎么了？你在干嘛呢？工作呢。陪我看看这个呗。那据我所知，在上一部戏当中是扮演了一个医学生的角色哈。那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我能够演好这个角色，是要多亏我一位好友，他之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但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他不能够再上手术台了。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一直都在努力，为了重新回到手术台上。我想，这就是梦想吧。虽然梦想这个词很遥远，但是它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哇，说的真好，我觉得我也非常羡慕秦斐哈。你这上都跟你说了。为什么拒绝那台手术？为什么院里让你回胸外你不愿意？我喜欢康复科。你喜欢康复科？那你在干嘛？为什么要做手术方案？我不。你别跟我说你不想回到手术台，你别跟我说你不想回胸外。我知道你想，你比谁都想。你明明做了那么多准备，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为什么就不能勇敢踏出一步呢？邢之芷，人都是有欲望的。你看我就喜欢漂亮的包包、首饰、鞋子，所以我就要努力工作，实现我的购买欲。你难道就没有欲望吗？你难道就不想升职加薪，不想当教授，不想成为业界大咖？你一定要勇敢踏出这一步，向我学习，为了梦想勇往直前。你的梦想就是鞋子、包包、首饰、珠宝。秦斐，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会怎么做？我要是有機會的話，肯定會勇往直前的。那你能放下现在拥有的一切吗？没什么不敢的。那你先放开我，你继续去勇往直前，我呢，继续给余哲成准备手术方案去了。哎，邢芝芝，你到底有没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呀？我跟邢芝芝说，人一定要有欲望，一定不能躺平摆烂，要像我一样面对人生的理想，勇往直前，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你说是不是？对。你知道吗？平时都是邢芝芝给我上课，但昨天我给她好好上了一课。我告诉她，人可以躺平一阵子，但绝对不可以躺平一辈子。没错，人绝对不可以躺平。所以秦斐，续约合同看了吗？没事儿，这样你要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就随便改，你不用管法务，不用管其他人，咱们两个是一头的啊！抓紧时间把合同看了，咱们签了，时间紧，好不好？我怎么感觉你跟法务是一头的？不是，任总，我，任总，不要跑，心率都上来了，下回可不可以换一双不那么响的高跟鞋，好吧？哎，行嘞。这又是什么呀？给我看。不是这儿。怎么又是这侵权的事儿啊？
秦薇姐现在真是越来越火了啊！找过咱公司吗？找过你吗？没有啊。你去找法务，看怎么解决一下。啊，行嘞。不要跑。火，看，又一个。合同抓紧看了啊，赶紧签字。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们已经把秦斐的宣传画都撤下来了，我们以后绝对不会再用了。对不起啊，我们喂，哎，小心点啊，那个鼓要放在最上面，是怕压的。你好，哎，你好，请问您是中坤现在的团长吗？是秦斐，是我。你们公司法务刚刚给我打过电话了，我们把你所有的宣传画都已经撤下来了。你这次能不能通融一下，就不要追究了。中坤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王团呢？刘梦娜还有许林那些主505呢？宣传册上怎么都没有他们了？王团前年就退休了，这2年市场不好，演出项目也越来越少，团里的演员一个一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下一批年轻的。我也没有王团的本事，排不出好的舞蹈，也拿不到市里省里的演出项目。现在不像以前都得自负盈亏，舞团现在已经快撑不下去了。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演出，所以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就不要追究了。实在不好意思，我有经济合约在身，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秦斐，我知道你现在是知名演员，早已经彻底放弃舞蹈，也忘了从前的自己，但你也不能这么绝情吧？王团在临走前说，他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当初在法国没能保护好你。先走了。姐，这可是品牌今年的最新款啊！说是为了贴合你的气质，让设计师专门为你量身打造的。哎，看看，哇，真好看，好看！哦，对了，姐，这2天任总真是玩命的催，让你赶紧把合同签了。你签完记得给我啊，我好带回去交差。王团在临走前说，他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当初在法国没能保护好你。哎，怎么了，姐？是不是合同有问题啊？这任总应该不会在合同里给你挖坑吧？不过在商言商，你要是有什么担心的话，咱们要不就请个律师，毕竟这一签也是10年呢。咖啡，如果有一天你不当执行经纪了，你打算干什么？那当然是继续升职加薪，当经纪人、经纪总监，最后当上老板啊！等我当上经纪公司老板之后，我必须要投资一批大帅哥组男团。好啦，走了。哎，姐你抱。
在这部新剧中，你演的医学生和之前的角色都不一样，你是有意想转变自己的戏路吗？其实现在的演员并不是完全能够决定自己能够饰演的角色，那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一个在被挑选的阶段，而且我这个人演戏没有什么天赋，算是笨鸟吧，所以要先飞。我大量的要去做一些功课，比如说要去看一些医生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纪录片。这是对演戏的一种热爱吗？我觉得不是热爱吧，其实挺痛苦的。我演戏是完全可以看得到天花板的那种。痛苦？那我们是为什么选择演戏呢？我觉得，为了钱，为了生活。秦伟小姐真的是很幽默啊。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一样吧，大家谁不是为了生活在工作呢？我刚开始接触演戏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困难，也不懂什么是表演，但是在慢慢开始演戏，发现不管是主角也好，还是配角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在慢慢融入角色的里面，会发现你会爱上这些角色。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不只是为了生活在拍戏了。那是为了什么？为了理想。如果让你在舞蹈和演戏中选一个，你现在会选哪一个呢？当然，我会选择演戏。好的，感谢秦斐小姐今天来参与我们的采访，也希望以后秦斐小姐的演艺生涯能够步步高升。谢谢，拜拜。哎，你刚才采访的时候说的那一段，对表演的那个认识说得很好，哎，是吧，咖啡？哦，是啊，我都没想到，说的真好，姐。行，不是以前那个怼天怼地的秦斐了哈，看来对表演还真是有一些认识和理解。行，那这样，咖啡，回头咱们想想办法，找那种戏剧学院的专业的培训，咱们上2年。秦斐，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会怎么做？我要是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勇往直前的。那你能放下现在拥有的一切吗？没什么不敢。什么破网啊！来，喝点吧。什么东西啊？安神助眠的，我在网上给你找的方子，这里面有百合、红枣、酸枣仁，还有茯苓。看什么？手术方案准备怎么样了？我和余热成还在碰手术方案，接下来我会带他去模拟一下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那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我记得呀，要有欲望，勇往直前。记得你还……哎呀，小斐，人嘛，需要接受失败，接受平凡，接受现实，甚至接受成为自己最不喜欢的那个人。我真不理解，到底为什么呀？你不理解的事还多着呢。这样吧，我这么问你：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重新跳舞，你能毫不犹豫地放弃演戏，放弃任思琪给你长达10年的合约吗？那里有多少荣誉，多少光鲜亮丽，多少名牌的首饰、包包、珠宝，还有衣服？你能养活多少间星云娱乐，让那些咖啡们都有工作？你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好，就算你有勇气放弃一切，
你真的甘心做一个平凡普通的人吗？每天朝九晚五，早晚高峰挤地铁，这些你能做得到吗？离开了这么久，还能回去吗？梦想啊，很有可能在没有实现的时候，才最美好。那个口红我特意给你挑的啊，陈晨非要说太素了，要给你挑根黑的。你说他是不是居心叵测？你们俩怎么样啊？挺好的，这回去了好多地儿，一真火山、海神庙，还玩了一个滑翔伞。哦，那个，你真可以跟邢志芷去试试。干嘛？不是你让我要幸福吗？嗯。你怎么样？听说要续约了？唉，8、9不离10了吧？不过想想，这合约时间真够长的，一签就是整整10年。任思琪打算搞制作，已经开始筹备第1部戏了。女1号用我，在时尚盛典的时候决定官宣。任思琪做制作，他倒是挺能说的，但内容……不过他对你好，没问题。就是这个1签10年啊，你得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好好再掂量掂量。姐，我们再对一下今天的行程啊。下午2点约见了超牛的古装艺导啊，聊一下对女主的构思。晚上7点呢是香里奈的新闻发布会啊，别忘记了啊。麻烦前面右转。哎，不对，那个广告的跑道是在湖滨的左边，是左转。先右转，我有事儿。啊。停车。没事，别哭。走吧，拜拜，走吧。离开了这么久，还能回去吗？梦想啊，很有可能在没有实现的时候，才最美好。姐，咖啡，回公司。回公司？姐，你疯了！咱们后面还有这么多行程。我知道，先回公司，我有事情要找任思琪。行吧，那师傅，我们先回新义。哎，怎么了？好好的非跑回来找我，这怎么干嘛？我心里有个决定，必须马上告诉你。什么决定啊？我不续约了。
停制止。任总，你怎么？是不是你？什么是不是我呀？你跟我演。我演什么呀？您说清楚，到底怎么了？小斐，真不续约了。啊，而且说想了不是1天2天了。我跟咖啡怎么说都没用。你说我们这关系啊，从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就带着他，这么多年了，这为什么呀？哎，他是不是想涨价？行啊，没问题啊。要股份，可以当老板，只要他说，我都答应。陈深是不是？他想挖秦斐。那是什么？华娱、石兴，谁呀？到底是？小斐，你在哪儿啊？钱医生，今天下班这么早？我本来就已经下班了，你给我打电话那会儿，任思琪就在我边上。那他还好吗？看着不太好。我听他说你拒绝续约了。你之前不是跟我说签字10年就是卖身契吗？我就拒绝了。我的意思是，本来我就觉得时间10年太长了，没想到你连约都不续。你看看这个，这是中昆舞团的宣传手册。这里是舞台，这些是经典剧目。你知道吗？要竞争一个剧目的女主角，可是很激烈很难的。这中昆是你以前待过的舞团吧？嗯，曾经是我待过的舞团，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舞团。中昆没了，解散了。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大吵了一架，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是王团来火车站接的我。他说：“欢迎你，小斐，以后中昆就是你的家了，你可以在这里实现你的梦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说实话，我当年离开舞团，也没有感觉看到他们今天解散这么难受。我不能跳舞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把我最安全最宝贵的梦想留在了中昆。我希望它越来越好，我也希望那些小的舞蹈演员们可以替我实现我未完成的梦想。只不过现在我存放梦想的地方不见了。小胖子，你原来问过我，能否接受回到最平凡的生活？我不知道，但是你说，梦想在没有实现的时候最美，我并不这么觉得。你真的想好了？你想好以后要做什么了吗？我没想，但是我知道我最不想做什么。
我想为我的梦想冒一次险，哪怕最后什么都没完成，一无所有也无所谓。反正我本来也不属于这里，不是吗？星之闪，你会支持我的，对吧？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谢谢。我要一份主厨套餐，主菜要牛排5分熟。谢谢。好的，请稍等。说到牛排，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当初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啊，那些老外特别喜欢吃带血的牛肉。后来一个朋友约我去吃 beef tartar， 直接上来一盘生牛肉，泥打碎的那种，就跟我们包饺子生馅一模一样，还要拌生鸡蛋吃。我当时就吃了一口，直接喷出来了。在场那么多人都看着我，特别丢人，我恨不得去找个地缝把里钻进去。这个真的能吃吗？应该行吧，你先尝尝。真的假的？这么难吃啊？但是它很贵哎。还行啊。我知道要蘸这个生蛋黄，还挺鲜甜的，这么吃。真的假的？没事吧？喝口水，看你就是没这口福。小小，我刚才给你。小小，啊，想什么呢？怎么啊？牛排不好吃吗？没有，我在想这个牛排这么嫩，不愧是米其林3星。我刚才跟你说，加上的新片又《似水年华》要上了，你听到了吗？加上他们的刘总跟我爸妈关系特别好，当初呢也是他带我入的圈儿。哦，那我们明天是不是应该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其实呢，有一件比看电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什么？那个我说了啊。你说。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块去见我爸妈？他们回国了，我想带你去见他们。好。啊？不是你这就答应了？你要想好啊，如果你觉得我们俩在一起时间比较短，还不是到见父母的时候呢，也不用去勉强。我刚才就是突发奇想，灵机一动。如果你想，我没问题。好，来，
加李雪微信，你加了没有？你干嘛呢呀？我看人家姑娘挺好的，是真心喜欢你，你要不然跟人聊聊啊，别错过机会，听见没有？星之子啊，我说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爱八卦管闲事儿了？啊？李雪已经加了刘队长的微信了，让他通过一下。哎，人家加你了，通过一下啊。哎，人家挺好一个女孩，你非得把她往我这火坑里推。你先想想你自己吧，你手术那个事儿。不是，我在跟你说，你怎么说是我？队长，出任务了，快！哎，那说到护肤，我想问一下，小姐平时喜欢用哪一款呢？我最近在用的就是我们的小金管防晒。大家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去巴厘岛了嘛，那边紫外线非常强，然后我又是比较容易晒黑的肤质，经纪人就经常提醒我说千万不要变黑，所以大家现在看我肤色变化应该不大吧？没错，小金管防晒啊是我们的明星产品。那么除了紫外线之外呢，熬夜对皮肤的伤害也非常的大。那么想问一下，小小有没有什么应对熬夜的小妙招，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看来这个问题也难到我们小小了。你看，我刚刚就是在场给大家演示了一下熬夜的后遗症——脑雾，所以我给大家的小建议就是不要熬夜。没事吧？没事。啊，快走吧，叔叔阿姨该等着急了。你别紧张，我跟你说，我妈呢看着严肃，但是内心特别温柔，她还专门去看你的电影呢。我爸就别说了，对我完全是放养式的，我找什么样女朋友他根本不管，满脑子就是生意。我估计你跟他都没什么话说，不过我跟他也没什么话说，你就跟着我就行，别紧张。你别紧张，听音乐。现在插播一条本市消息：刚刚我市电子厂发生爆炸，引起大火，市消防队及消云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救援。下面来了解一下现场情况。事故现场空间非常狭小，浓烟滚滚。目前已平安救出8名被困人员。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重伤，具体伤亡人员信息暂无通报。我看你比我还紧张，你放心吧，我有心理准备。他会去吗？刘远泽会去吗？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都到了是吧？大家再检查一下，看看身上有没有受伤啊。没事儿，都好着呢。不过你脸上，别贫。你们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化工厂最容易引起2次爆炸，如果他们那边有需求，我们随时待命，明白了吗？明白。队长，好。散了。刘队，外边人找你。谁啊？他说他叫陈生。啊。谢谢你。你关心他也很正常啊。我们快走吧，叔叔阿姨该等着急了。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月饼，5仁的，2、3块钱一个，齁甜的那种。因为我妈觉得月饼太甜不健康，所以就不让我吃。但是我妈越不让我吃，我就越想吃，心心念念了好多年。但后来我长大了，我妈管不着我吃什么了。但我突然觉得，对不起啊，小小，我改变主意了，今天先不带你见我父母了。今天对不起啊，礼物麻烦你带给叔叔阿姨。小小。如果有一天我提咱们分手吧，
你会拒绝吗？你怎么来了？要不然以为是谁？小小。哎，弄了这么多酒，浪费粮食。陈深，你这玛格丽特的柠檬放太多了，这么酸，你卖给谁啊？蹭酒啊？还是来看我笑话？怎么啦？你跟小小？不是吧？难道真被我猜中了？你不是还跟我说要带小小去见你爸妈吗？我前两天还问小小说你们两个进步飞速呢。有事说事儿，没事就喝你的酒。这个人你认识吗？晨星集团的李长江，任思琪的金主。你找他干嘛？我不打算跟任思琪续约了。 3年以前，我跟李长江签了对赌协议，第1年的利润要到达1000万，之后2年每年递增30%，连续3年，这叫对赌成功。然后晨星控股才会收购咱们星艺，咱们才有资格上市分红。这不是好事吗？完成了是好事，如果完不成的话，公司就得拱手让人。不光公司归人家了啊，咱们还得赔人家 A 轮、B 轮加一起的融资几千万呀！我上哪儿找去？ 头2年啊，勉勉强强能达标，今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光靠艺人经济这一块根本就完不成对赌，所以公司才会转型制作，让你挑大梁，把公司其他的艺人资源全都用上，今年的业绩才有可能达标，明白吧？啊，这么说吧，就如果完不成对赌，公司就没了，你我一块赔钱，对，就这样。几千万。 5000万，赔给李长江5000万。不光咱俩赔钱啊，外面那些咖啡，所有员工都得下岗。财务小赵，今年刚生的2胎，全家人指着他吃饭呢。宣传王姐，孩子先天性糖尿病，每天药都不能停。是，你不拍戏你能火，别人呢？你让他们怎么办？你妈喜欢开服装店。 啊，店面是我找的啊，供货商也是我找的，贷款担保人很抱歉，啊，也是我。如果我和星艺死了的话，咱妈的服装店也得受牵连。小程，过几年高中、大学，说不定还得出国。反正就这些，我都说完了啊，你自己想。 你真的想好了？其实我还在想，如果续约了，那就是整整10年。这10年就真的身不由己了，每天睁开眼睛就全是完成业绩，几百万、几千万。可是我不续约呢，全公司的人都要跟着我一起喝西北风。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既要又要还要的好事。可是未来的日子，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把那些我原本失去的，想办法找机会找回来。有志气，阴阳怪气。没想到你还挺理想主义的。这年头不爱钱的人少，你牛。你不是吗？你要是不理想主义的话，可能会守着小小这么多年吗？可理想主义有时候会让你撞得头破血流。珊珊，你跟小小到底怎么了？要不然你跟我说说吧。我可以帮你牵线系长江，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行，你说吧，我相信你。就是我想知道，在他心里，我跟刘彦泽，现在哪一个更重要？挺幼稚的哈。你也知道啊。成交。哎，那个你别太直接了，别直接问。喂，秦飞。喂，小小，我现在有2个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是关于刘彦泽的，一个是关于陈深的，你想知道哪个？喂，陈深的。我刚才碰见陈深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会在你家楼下。好，拜拜。秦飞，够哥们儿，能看到的酒随便喝啊，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关上就行。刚刚我跟秦伟在一起，是我让他帮我打电话给你的。我知道。那个白天我说分手，我不是有心的，我就是看到刘彦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噌的一下就上头了。你别往心里去，我收回这句话。陈深，对不起。你说的都对，有些东西就是在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觉得它格外迷人，你给它加各种各样的滤镜，然后让自己越陷越深。无论是月饼还是人，都是这样。小小，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俩在一起做了很多努力。我也知道你很努力的想要去喜欢上我，这个我都知道，我不是傻子。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什么狗屁月饼，我就是上头了，脑子热了。我说的是屁话、胡话，你不要往心里去，行吗？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说你，我说我自己。这些年你也看到了，对吧？我对他。我确实没办法走出来，我确实越陷越深。如果我们2个以这样的状态继续在一起的话，就是徒增你的牺牲感，这对你不公平，对你不负责任。那你要怎么样才能走出来呢？我啊，
时间，像你说的，可能时间到了，成长了，我自然就走出来了。时间，好，那就等时间过去。如果你愿意重新开始了，可以随时来找我。谢谢。来抱一个吧。庆祝我们又重新诞生了。那我先走了，照顾好自己。路上小心。Star in your eyes can feel so blue， 想念的风轻轻吹着我，忽而腾空，忽而降落，忽而之中视线的尽头，回光闪烁。Into my dream, my love, stay with me, my love。 多一次，多一秒，停驻在你眼中。To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stay with me, one more。 每一瞬都永久。 为你保留最初的悸动。一旦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5年内公司股东秦斐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股权转让。我们今天的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谢谢。什么呀？咱再看看下一个，这个。 甲方兴艺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聘请乙方艺人秦斐作为甲方所属品牌的形象代言人。根据本合同所制作的宣传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及平面广告，甲方享有的使用期限为5年。你经纪约签3年，肖轩授权签5年啊！拿这个。
如果与晨星控股集团对赌失败，股东秦斐应按照出资额的5倍偿还晨星控股集团 B 轮融资资金。小斐啊，我知道你不太在乎合同，但没想到你这么不在乎，你是一点都不看呢。都怪你个任思琪。有用吗？阿姨，您看，这都是他们店里最新的，真漂亮的镯子。您看您喜欢哪个？您跟我说啊，我哪个我嫁。这好不好？这叫祖母绿。哎呦，这也好看哎。干嘛呀，阿姨？小斐出什么事儿了？啊，没有，他拍戏。您先看镯子。行了行了，你每次一献殷勤，总没什么好事。你说说这些。你说我喜欢陶瓷，那特意给我淘来的送我，是不是？最后呢，说是小斐招来了什么大导演，让我劝劝他，让他主动向导演赔礼道歉，息事宁人。还有这些，那这个，哎呦喂，你忘了啊？哎呦，送我的时候那个脸啊，笑的那个抽抽的。最后呢，说小斐在网上闹了什么绯闻，让我出去澄清，是不是？还有这个呢？啊，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你好了好了，我知道来，来阿姨。你唬谁呢你？阿姨会不明白吗？行了，说吧，这次小斐又出什么事儿啊？行，阿姨，那我就直说了啊。这次也赖我，我没把小斐给安排好。他不续约了，他连戏都不想拍了。他不拍戏在这干嘛？说的就是啊，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吗？我跟您说，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大主演的大剧，公司对他力捧到什么程度您知道？哎，说不演就不演了。后边这些话其实不应该让您知道啊。今年是我们对赌的最后1年，如果利润达不到的话，对赌就完不成。对赌完不成，我们要赔钱的，要赔融资的5倍，阿姨，5倍，这可真不是小数，弄不好都过亿。什么？这么多钱？是啊，我们公司哪承担得起呀？而且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员工，所有人都指着小斐吃饭呢。他这么一走，我们怎么生活？大家怎么活呀，阿姨？哎呦，这孩子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过河拆桥呢？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你放心，有阿姨在，他不会胡来。哎，阿姨您先坐，我这不是就来了吗？我来了，您得好好劝劝他，这事儿真不能这么干。如果他不续约的话，您和他都得受损失，因为钱我们得一块儿赔呀。小琪啊，你放心啊，阿姨会劝劝他，他不敢。阿姨您真好。行了行了，说什么善良的？哎呦，啊，好了好了好了。阿姨，要不您再挑个镯子啊？哎，小张，一会儿啊，你约一下咖啡啊。基于你一直以来的工作表现，公司准备升职你为艺人总监，薪水按原来的基础上涨50%。你看看，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我在做梦。这次的破格提拔是基于你一直以来的工作表现比较优异，而且带的艺人呢也为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倒是。不过这次升职加薪是有前提条件的哦。什么条件？
说服秦斐续约。公司签了对赌协议，只有秦斐续约才能完成对赌。如果你不能说服秦斐续约，不仅这次升职加薪会泡汤，你现在的工作恐怕也保不住了。哦，我明白了，你是在威胁我。